如果莫公子是夷陵老祖，那这位又怎会同意和他比试呢？众人经他一提醒，顿时想起鬼3万答应莫玄羽时那不假思索、稳操胜券，口口声声要扒了莫玄羽的皮，那神情、那姿态可不像有假。江澄等人后至，总跟不上节奏，狐疑道：什么比试？蓝思追暗搓搓瞥了一眼莫玄羽，见他依然趴在地上装死，虽不知到底是怎么了，却须为他拖上一拖，便到如此这般。蓝思追讲的时候，略加了一些三人讨论时的结论，如夺魂非邪术所为、迷阵的古怪之处等等，使当时在结界内的众人也能听得新奇，不致抢了他的话。假谓无限是为博颜面，才与莫玄羽比试的推测自不能说，比试的细节也尽量含糊，将莫玄羽的形象往普通上引导。蓝思追说着说着，忽然透过人群的缝隙，看见一抹熟悉的白影。那白影如越过楼阁，转瞬即逝。然后，旁人提醒道：然后莫玄羽喊了一声，那鬼将变硬了。蓝思追回神，啊，对，鬼3万好不容易熬过断骨的剧痛，如今又听了一遍屈辱之事，哪怕蓝思追说得很中肯，还是脸色铁青，恨不得方才直接被紫电抽晕。众人先前被他狠狠耍了，正在气头上，怎能因他的一面之词调转了矛头？不错，蓝家这位少年的怀疑在理。若这假货知道莫玄羽是魏无羡，为何先前不说？现在身份败露了才跳出来说，怕不是被人赢了，想倒打一耙吧？非是，先前不说，是因为我刚刚才发现的。江澄冷然道：怎么发现的？鬼3万痛得满头虚汗，还是咬牙耐住，扬声道：除了夷陵老祖，还有谁能反控我的鬼将？谁能将那么多走尸召到这里来？众人一道：那些走尸不是你召来的？是他假意和我比试，将走尸引来此处。鬼3万五爪张牙道：我的敌营无法穿透结界，肯定是他。虽然不愿承认自己技不如人，但此刻性命为重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他刚才那几招你们都看见了吧？他没吹笛没施术，只是喊了2声就把我的东西抢走了。鬼3万嚷完，怕自己这番话没什么说服力，又道：我的名号你们听说过吗？鬼3万，阳城鬼3万，你们听说过吧？仙邪殊途。一般而言，修仙习正道者自视甚高，看不起邪门歪道，自然也不会关注鬼修界的事情景况。然鬼3万的名字还是有人听说的，顿时惊道：鬼3万？清河的那个鬼3万？就是手底下有3万小鬼的那个啊？哼，那是传闻吧？要真有3万，整个清河不得给他包一半去。我也知道此人好像有点来头的，之前还和兰陵金氏的人交手过，金氏的人败给了。可旁边拔起一声响亮的咳嗽，几人慌忙住了嘴，回头一看，果不其然，金家的小公子正对他们怒目而视。金陵气愤道：你说谁败了？这几人面面相视，支吾片刻。一人陪笑道：金小公子，那个可能是我们听错了，没有的事，绝对没有。金家怎么会败呢？你们说是吧？另几人道：是啊。金陵本是弃自家的人，连个邪魔外道都打不过，好生丢脸。不过败就败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。那几人竟拿他当孩子来哄，才是气上加气。金陵正要驳回去，江澄不耐道：金陵，行了，这种无聊的事情也要吵。金陵收了声，愤愤地撇过头去，心想：哼，待会儿一定让仙子吓唬吓唬他们。这时莫一张望，金陵忽然发现刚刚还在一旁叫个不停的仙子不知去了何处。金陵猫下腰，穿过重重人群，未寻得灵犬的踪影。这家伙平日胆小得很，没他的指令不敢擅自乱跑。金陵站起来，扯了扯江澄的袖摆：舅舅。江澄一门心思在鬼3万上，有什么话待会再说。可是那厢鬼3万见自己的名号还有几分分量，怎肯放过这个机会，双手断了无法动弹，便扑腾着双脚。他就是夷陵老祖，我用我的名号担保。你们既然知道我，就知道我在鬼修界的地位。我整个清河还有兰陵，谁是我的对手？我怎么可能输给？可这些都是你的推测。鬼3万怪笑道：推测？那你给我解释清楚，
我养了6年的凶师，怎么会听他的话？还有狮群，我都无法让笛声穿透结界，他怎么能做到？你们别忘了，他现在也在预言境内。虽然只是推测，却有条有据，言之在理。众人心下犯了嘀咕，将莫玄羽的种种拉出来，于脑中过了一遍。鬼3万越说越激动，而且他没笛子，对，他没有笛子，因为他刚刚重生，当然没有笛子。蓝景一道：喂，你别强词夺理啊，这也算证据吗？鬼3万咬牙道：你们2个蓝家的小子根本就和夷陵老祖是一伙的，我劝你们可别听这2个小子的话，他们刚才多护着那个莫玄羽，你们也看见了吧？分明就是夷陵老祖的帮凶。蓝景怡惊怒道：你就因为我们不站在你这边，就和夷陵老祖是一伙吗？你也太不讲理了吧！许多与蓝氏交好的眷族也忍不住出言训斥：少血口喷人了，蓝氏是什么人，轮得到你在这里泼脏水？简直无可救药，无耻至极。另一些人却说：可方才韩光君明明在护着他呀。顿有人醒悟道：对啊，韩光君刚才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，就和江宗主打起来了？韩光君竟如此失责。更有别有用心者道：说不准，姑苏蓝氏和邪魔外道确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。蓝氏亲眷怒道：李宗主慎言，我说的不对嘛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怎能如此妄下结论？各位前辈，请静一静。没人听得到蓝思追说话，众人七嘴八舌，各吵各的。鬼3万则满地打滚，边滚边喊：他们是一伙的，你们千万别听他们。喂，来个人，把他按住。混乱之中，身为话题中心却一直晾在地上的莫玄羽凝神静听一番，确认狗已不在，微松一口气，心想自己也是时候该起来了。方才有够惊险，哪怕他都把脸埋进地里了，强制自己不闻不看不想，犬吠声还是顺着他的头皮扎进了他的经脉，害他差点魂魄出窍。谢天谢地，狗终于走了，先祖在上。不过现在的问题是，他该怎么起来？莫玄羽调整了一下姿势，趴得更舒服些，陷入沉思。虽然众人乱作一团，看似把他忘了，待他一起来，必然会将目光再次放到他身上，他又要被急火。唉，一直这么趴着也不行，遭武力无法反抗，遇突发情况也无法应对，还可能会被踩死。慌乱间，已有2人从他铺地的衣摆上碾过了。莫玄羽心一横，就算不起来，起码也往旁边挪挪，免得死于非命。要是运气不错，趁机逃脱了，更再好不过。莫玄羽小心确认左右，见恰好无人注意他，悄悄伸出胳膊，扒住前面一块土，往人群外爬。他爬得又慢又稳，若不留意去看，宛如静止不动。一旦冥冥中感觉到什么视线打在背上，立即停下来装死。如此来去，倒也顺利，很快爬出了人群中心，马上能摸到外围的野草了。这时他一伸手扒到了一只靴子上，那靴子绣着细纹，手感精致，不用细摸也知做工极佳。莫玄羽在靴子上轻轻捏了捏，忽然发现这只靴子是正对着他的，也就是说，靴子的主人也正对着他。莫玄羽猛一抬眼，见雪白的靴子上落着大大的泥手印。他缓缓昂起头，往上看，再往上看，越过那身霜雪，撞进一双波澜起伏的眼睛。莫玄羽的脑子白了一瞬，蓝，即刻想起自己现在的身份，改口道：韩。然而无论蓝还是韩，都回天乏术，前世或今生，他都不可能讨到蓝忘机一点喜。莫玄羽也便是真正的夷陵老祖魏无羡，毫无形象地瘫在地上，暗骂一声：流年不利，大陆这么宽，你站哪里不好，非要站在中央。莫玄羽一咕噜爬起来，陪笑道：韩光俊，那个不好意思，我没看路，啊哈哈。瞥见白靴上的泥印，抢在蓝忘机开口前，他忙凑上去：我给你擦擦，给你擦擦。蓝忘机面无表情，伸手一抄，居然抄着他的后领，生生将他提溜起来，拎着就走。这副身体好歹也是修长挺拔，正值青壮年，竟毫无挣扎余地。魏无羡哀嚎：韩光俊，你等一下，等，哎。对方只顾着走，头也不回。你听我说，我真的不是。上下嘴唇一沾，
竟分不开了。好你个蓝忘机！魏无羡呜呜半天，眼看就要被提出结界去，一个猛子扑到蓝忘机腰上，紧紧抱住。魏无羡屁股着了地，不让人行进分毫。